准备一下啊，这上面用的一些这个底胶，我润一下笔，润一下笔。要是课程内容越来越好了，那必须你们技术越来越棒，我得赶紧让你们有的可学。我要是天天给大家搞基础的话，行了，咱以后就停留在基础阶段了。就是这节课其实不是说非得教大家做多少款，就是能多少。激发一下大家的想象力啊，就觉得美甲，我学了这么多东西呢，怎么能把它结合起来使用起来？就这个的目的，好吧？来一支光疗笔，大家准备一下光疗笔，然后会用到光疗笔、拉线笔，然后这是一个罐装的乳白色，专门做晕染我调配的一款乳白色，线下课超级棒。你都想找我了，可以，没问题，来，说来就来。你要真来了，咱俩就能互动起来了啊！就天天坐在一块儿，那个山东人爱打牌，我们就打个扑克，是吧？嗑着瓜子打扑克，然后那个一边打一边说着，来，今天谁输了，这个做上一个款，是吧？这是做美甲赌注。来，好了，开始。你不会打，我教，我会教，咱就做教学的。以后我开个扑克的教学线上课，然后1毛钱开始就可以学打牌。好了，开始不闲聊了。来，甲面上我们涂底胶，底胶打底，底胶先打底。这个打底是为了争取你们做好的款能留着，比如说我后期一擦一抠，然后过2天它有这个分层了啊，就不好了，分层就不好了。然后正常你们如果说我就是打个板放到那里用，因为说啥啊，就是有时候我不去涂底胶，大家可能对打板这个涂底胶事儿就没有多大的印象。但是说实话，打板可涂可不涂。但是我更希望你们如果现在已经做店了，在打板的时候顺带的做上一副穿戴甲，就是把这个款做成一个穿戴甲款式，放在店里的时候，一个顾客去了，这个款喜欢，他做完一副美甲，对吧？这个款我也喜欢怎么办？来直接带走一副穿戴甲嘛，可以更替着换一下，是不是？也可以多卖几副。就是有的时候打板，因为我们板不能放在那儿越积越多，我这的板上千几千个板是有，但是都没有用，很多板也是过时了，也浪费掉了。但是你们当下如果比较流行的话，顺带处理掉，然后再做新的，把它更替起来，好吧？雕花胶和造型胶是不是不一样？雕花胶是这种，它有很多颜色，你看它是这种用手可以去捏的。造型胶，你说的那种造型胶是什么呢？它是造型，不是除了造型粘蘸胶，还有一个是什么？那种透明的怎么胶？透明的软糖胶，那一个是透明的，一个是有颜色的，好吧？其实如果说是都是那种捏的东西的话，是差不多的啊，是差不多的。来底胶之后，用乳白色先去做局部的湿晕，然后我们不用别的啊，也不用去什么涂胶，就取一点乳白色。在甲面哪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右下角的地方，去做一个湿晕，打一下，才能锁定。来这个地方底胶之后，把胶涂到这个地方去，然后这边可以稍来一点点，怎么样？点上之后，这个湿棉片擦笔呢沾底胶，这里有底胶啊，很多的底胶，沾着底胶把这个晕染给晕开。我这一边说着闲话，大家一边准备着工具，省得说老师我跟不上了，慢一点。要是我做的确实有点快，你们就说好不好？因为直播这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直播课，你们有哪里不懂的一定要随时去问，好吧？别等啊，一等啊，这个回头再去弄，我还自己都忘了讲了啥，因为课太多了，各种课我自己都忘了讲了啥。我得找到对应的课，我扒拉到当时的那个时间线上，然后再去找。我想让它干净一点。保留透明的区域，就是别整甲全部涂上去，涂一块就行，好不好？涂一下。多的时候就拿笔擦掉，擦干净笔，沾底胶，把多余的擦掉，但是边缘适当的晕开，就有这么一层底就行。能跟上吗？你们没有雕花胶的同学，可以先用那种透明的软糖胶，或者说有那种之前那种固态的软糖胶，对吧？固态贴片胶就是可以捏，然后像你是那种捏的，可以试一下，浅试一下。晕染的主次总搞不好，这个需要多打板，多去练习，做好去照灯啊，需要多打板，多练习。就是说，它不是说一次就能做好的，因为你比如说，我想凸显上面的颜色是什么色，我想凸显它的主色调为啥，你就把哪一层做的明显一点。如果说你想凸显纹理，那就把纹理往上做；你想凸显干净的晕染，那就把饰品往下挪，就是那些亮晶东西往下挪，把晕染往上走。就是这个理解能到位吧？比如说，我想晕染用来打底，那就把晕染往下做，彩绘什么的往上加。就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花隐隐约约的呈现，那就把花朵这些画的彩绘花往底下去挪，然后把晕染盖住一部分花不就隐隐约约起来了吗？所以说这个需要你多打板，不是说只是我理解一下就怎么样，你多打板做的多了，你就能找到那个感觉了，得练啊，得做。好了，这一层用完，我们甲油胶放到一边，光疗笔放到一边。那接下来啊，我们用这个磨砂封层甲面整甲薄涂，用水彩去叠加，水彩叠加。
检查甲面是否是平滑的，没有问题，找平甲面之后去照灯，磨砂封层，普通磨砂封层就好。水彩的话，哎，小妹，你帮我把那个箱子拆开，拆开随便拿一个出来。这有胶啊，一会儿你的胶跟水彩别掺到一起，好吧？不要掺到一起了。这个用不着啊，用不着。我是刚刚这个给大家说可以用哪些方式的时候拿出来用的。我挡住字儿呢，可能会更对焦一点点。我就把我刚刚做的这个顺序先写下来，然后你们如果说忘了或者跟不上的时候，就看一看这个笔记。如果是新报课的同学，左下角你们那个字幕挡住的话，在屏幕空白处点一下就好，好吧？今天也不代表说所有的这3个种只能用我教你们的方法去，我只是给大家去开一个小小的思路，然后以后遇到什么板就知道哦，它上面应该可以用雕花胶做，用彩绘胶做的，还是用什么胶去做的。包括这个雕花胶，它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免洗的彩绘，它也可以做一些微雕的浮雕、微雕的感觉，那也算是雕花系列，好不好？所以说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开拓一下小小的思想。哎，是这个吗？哎，不对，我弄错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水彩，水彩不是它。哎，好了，我们取水彩，大家咱店里头有一款价格这个高一点，但是高它量大啊，但是很多水彩它量是比较小的，就一点点。但如果说大家嫌弃我不想买太贵的，那你们就用我弄了一些这种小的，你们看一下，给大家举例子，你们可以自己去买，也可以说是后期需要的话，从我这儿你们要点啥给带着也行，然后你自己买也行啊，这无所谓。来，这个层次在这里，随便拿一个出来。就这个东西，来看这种小的，能看出这量的大小吧？知道为什么这种有的时候你买的好便宜啊？实际上就是量，有时候是量的多少。另外，大家用水彩，因为有很多新同学，之前课程大家学过，都知道，也有同学不知道，就是这种水彩尽量买这种油膏状的，膏状的要比那种粉状的看起来就跟粉一样要好用的多，好吧？要好用的多。但实在是没有办法，有同学前一段时间找我，他在国外啊，那就没办法买，就买那种粉状的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实在没招的时候，但买水彩尽量买这种带有白色的，就这个小东西，就这个小东西。好了，来。我们取水彩用什么呢？在这上面，因为涂了一层磨砂封层，你的乳白色就会被弱化，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的啊，还是要做的。如果说我们想做一些这种暗调系列的，因为花是白的嘛，我想凸显花，那我有可能说把底色做的暗一点，水彩去蘸这个黑色去进行调色。黑色的水彩搅拌，然后我们不需要这个黑色颜色特别重，所以说我会用多量的水、少量的颜料去进行调色。这个昨天课讲过了啊。调好颜色之后，在甲面上我们去做晕染，这边是乳白，那么在乳白的中间，我们可以叠加一层这个浅浅的黑调进去。这个黑呢可以蔓延到面积比较大的地方。来看到没？随便刷，就是用水彩做晕染。但是这样做完怎么颜色这么浅？因为我们水量加的多，就把它当成层次好了。这一层做完，我觉得还是确实有点浅了，那我可以再去加一点点颜料进去，在这个旁边，再搅拌一下，稍微重一些。把这边颜色加重，但是昨天咱们说过，透明，因为这一块是透明的，透明甲片上我们直接上水彩，它的黑色是不显色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想要黑色显色，要不然你就把这一块，你看，如果在乳白上面做，是不是这边的颜色就要重，下面颜色就要透，是不是？所以说你们要根据情况，我想让这个位置深，那么底色晕染，我就用白色给它加上一点；我想这个位置浅一点，那我就可以直接用透明的甲片去叠加。到这个样子就好了。然后等它稍微在半干状态下，我们涮干净底，去取一个新的颜色。你们如果有紫色啊，或者说是这种蓝色都可以啊。紫色呢可能稍微温柔一点点，就梦幻一些嘛。昨天也说过，是不是？这个来调好颜色之后，拿紫色在这个它没干的情况下，我们做湿结，它这个黑色里面就可以有一点紫色的存在。但如果说我不想让这个紫色特别的明显，或者说我想让它层次分开，那就等黑色干透之后再上紫色，好吧？稍微来点就行。你看现在这个晕染甲片上的晕染是不是就有2个颜色叠加出来的？叠成这个样子。边缘呢，我们稍微给它揉边，弱化一下，不要让它的边缘太锋利。不想要某个地方的颜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块颜色不想要，我把笔擦干净，用干净的笔，一边去吸水，一边去
这个揉一下这个位置的这个区域的位置，你看现在这个效果是不是瞬间就起来了？它就不像是说一看就不是那种很普通的效果，一看它就漂亮高级一些啊。这个水彩是比较好玩的，看两层，这个毛我把它刮掉。我慢点做，大家能跟上吧？大家可以跟得上啊。拿起来，你看看，其实这个吧，你可能我觉得，哎，这个纹路挺漂亮，可能你觉得说这个纹路哪儿别扭，所以说每个人喜好是不一样的，不能说你要做的跟我一模一样，你让我去做，我自己也做不到一模一样，好不好？所以说有大概这个意思就行啊，把这个地方颜色加深一点，颜色加深一点点，做好了吗？做好之后，来，我们下一步去给它叠加，再去往下叠加。这个做好，水彩是不是不用晕染胶？水彩跟胶没关系，水彩它的主要依赖于的介质是水，用水去代替这个胶，用水代替胶。水彩跟胶没关系啊，你见哪个画画的会用到甲油胶的晕染胶？是不是？水彩跟胶没关系。我再加深一下，我就慢慢做啊，我无限的往上弄，就等着你们。大家如果跟着做的话就，速度往上提一提。好吧，来这一层结束之后，我们等它自然干透，来等自然干透，然后取一支雕花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把水彩我先拿到一边，这里写上用水彩做晕染了，是不是？下一步来就在这个磨砂封层上操作就可以。但如果说你怕做不好的，同样的怕做不好的同学，可以上面叠涂一层底胶或者是磨砂封层都可以。但是呢，我会直接上一层底胶，再用封层隔离，在封层之后做雕花，因为我们这个款式马上就要结束，很快就结束了啊！来看水彩晕染结束之后，我们的底部就完成，然后上什么呢？如果面积晕染的比较大，那就先底胶隔离，再封层。如果说你就一丢丢的小地方，那么我们可以直接上封层，打板方便快速，我就直接上封层了。水彩笔洗完炸毛是咋回事？洗完笔之后，如果你是这样的，你看啊，洗完笔之后，你如果再就这样，然后你就在这擦，洗掉水，或者说你拿手弄了一下。炸了没关系，下次再一溅水它就回来了，还有一个，我怕你的笔碰到了胶，我直接上封层啊。真好看，我可喜欢水彩了。就水彩，你不一定咋划拉，突然抹一下那个纹路，就一下子戳到你心里去，就真好看，就那种感觉。你看。好看吧？现在就在这上面，我说咱们你就画花贴饰品，你干啥不行？哪怕就是裸露的这么一个指甲，它都很漂亮的。夏天就要这种通透感会更好看。不想要深色就换其他颜色，好不好？彩绘不是这个水彩笔炸毛不怕，溅水就好了啊，溅水就好了。来取咱们的雕花笔，不用说非这个，你就我没有怎么办？我就拿个这个也能用，你用那种硅胶的也可以，反正有一个斜坡面能用得到就好，好吧？封层啊，封层之后往下做。接下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就是瞎做。大家看啊，我们取雕花胶。取一块，然后你这个花瓣如果想要大一点，那么咱取雕花胶就多一点；你要小一点就少取一点雕花胶。咱这个不需要在手上去捏，你取好之后等待备用。在这一层封层之后，别用那种很镀金封层啊，那种超防滑的可能用起来不方便。然后我们雕花胶在封层后可以直接去用的。如果你怕你的雕花胶，或者你操作过程中你粘那种立体类的雕花做外雕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捏好的花瓣粘不上去，那么底下可以涂一层那种比较粘稠一点点的透明粘在胶，涂一点粘在胶就可以。好吧，但一般来说，咱这个款不需要。怎么去做呢？举个例子，来，同学们，假设说在这个位置是这朵花的花心，在这儿啊有一个花心，上面是花瓣，把这个雕花胶来铺到这上面去，直接点上去，看没？点好之后，来我们外圈不动，开始往内圈去，就跟擀面杖一样，往里去擀，看到没？往里去擀。但是擀的时候注意花朵的形态啊，它是外圈大内边窄的，看到没？外面大内边窄的，因为咱花心在这里，对不对？花心在这里，所以说你往哪边去擀呢？就往花心的地方去擀，像不像一个花瓣？你觉得这个花瓣咱是能通过手绘出来的吗？不可能，是不是？但是这个是不是一看就挺好看？来，把这个做上去，我很慢了啊，操作能跟上不，同学们？
这一步做好之后，来再去取一点去做第二个花瓣，因为写实类的花瓣大小它是不统一的，你越把花做的板正一点，它越生硬，越生硬。所以说我一般画花的这个花，我有它主体形态，就像我之前给你们开的彩绘课，你的花心只要朝向一致，花瓣大小稍微交错一点无所谓的，好不好？有立体感，对不对？好，来这边做好之后，在下面这里我铺上一块咱们的雕花胶。这样都无所谓啊。然后我们来反手，如果感觉你这个笔有点发黏了，就去沾一点清洁水或者酒精，因为我是做这种就跟刮刀形式的似的，所以说无所谓啊。来，但是往中间去赶，花瓣2个，有了没？有了吧？是不是一个小小的花瓣？来这边需要可以再加一下，如果说我下面想要一个稍微再大一点的，那就可以再加上点，别碰到胶。你别给它做成长方形或者椭圆那种很标准的同学们，你要想让它自然一点点，一定是纹路很随机的。要是我想让这个花瓣板正一点，别有这么多的这个纹路在，那就用就是毛质的那种雕花笔，一个小3角那个，用它去蘸清洁水，把表面给它做光滑。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啊，可能每个人喜好的风格会不太一样，你们参考一下，好吧？来，这一步做好之后，左边，然后我没有这个，你就拿这个东西能用吧，依然可以用，给你们演示一下啊。来，这个斜头面，这是一个橘木棒嘛，对不对？橘木棒，然后这一半我就不做的太多了啊。来，在这个地方放上去，有点多这个量。把胶先赶上去，来花心，用侧面去往里赶一赶，然后再粘，哎，上去了啊！好，我现在需要把它摊开，摊成大一点的。花有了没？有这意思没？水彩笔洗完炸毛咋回事？笔干了，笔太干了，你一见水就好了，一见水就好了，那个没关系，一碰水它接着就好了。再就是你别碰到胶就行，别碰到胶。有可能是碰了胶，完了你又那个不小心自己没注意，就不用反复刮，你越刮可能越不好看。我就擦一点，笔蘸点酒精，清洁水就行。其实我昨天看到一个帖子在讨论这个75和95的问题，75酒精和95酒精的问题。然后在其实这里面来说啊，95的挥发性是最快的。然后75呢，其实我为什么让大家用75，是怕95长时间用对大家皮肤的腐蚀性不太好。但是用95呢，它确实挥发的会更快。所以说有一种免洗封层、擦洗封层。为什么说在那个照完灯之后需要用95去擦？因为75的那个效果达不到。所以说特殊情况下特殊去运用，好不好？来做上去没？就做3花瓣就行，不用做多了，大小不用非得一致，有大有小都可以，有大有小都可以，好不好？来，这个做好之后，我们在旁边也可以再去适当的做一些补充，比如说你要做叶子的情况下，用小小的这个瓣儿，我用这边做点叶子。你说同学们，你们再跟着做吗？如果说大多数同学没有这些东西，再只是看的话，我就做快一点。你们看回放，因为还能暂停嘛。然后这个我就快一点，因为好多人看着看着可能就跟不下去了。你们用的是你们再跟着做没？我需要快点做还是慢点做？来，这一步做好照灯，结束雕花的部分完成。雕花部分完成，照灯。快点做，行，那我就快做了，啊！来去白色彩绘胶，免洗彩绘胶，拉线笔。免洗彩绘胶和拉线笔，拉线笔要保持柔软状态，那就不软的时候洗笔水洗一下，然后再去拿这个底胶润笔，一定保持它是柔软的，但是笔上的底胶千万不要太多，好吧？然后来用彩绘画出其他剩余的花瓣。那听清楚啊，是用彩绘胶画出其他剩余的花瓣。比如说雕花胶我们照完灯了，它现在已经是固态了，现在差点弄错笔，用拉线笔去蘸免洗的彩绘胶，我们画出其他花朵的轮廓。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可以再去补充一个瓣儿。对吧？然后这边我也可以适当的再去补充一个瓣儿。花有了没？雕花胶是免洗的吗？雕花胶
是免洗的，就是封层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不用动它。但是如果说雕花胶你怕，因为它是有点雾面的感觉嘛，你想让雕花胶亮一点，或者说更耐脏一点，你就需要上一层亮封，上一层亮封。但一般来说咱们是不需要的，好吧？来这边画的花瓣，给它加上一点点这种纹路，这边加一点纹路，花有了不？是不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别扭的感觉？我们给它再用彩绘胶加一点椰子。好，然后再去把花瓣的外轮廓用这个免洗的彩绘胶或者是你们的浮雕胶去给它做一下线条的描边，就跟那个里面的线条稍微给它搭一点。你哪怕多出去一点都没事啊，多出去一点都没事，就不需要所有的花瓣都给描吧。但是比如说有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别扭，那我可以给它稍加一下，好吧？稍微加一下。你看上面这里，哎呦，不小心点了一下，无所谓啊，无所谓。本来反正要的就是很随意的一个款，是不是？现在这个感觉有了吧？然后这边。怎么样，同学们？这个款还凑合吧？能不能入得了大家的眼？这个线条有点多，擦一下。你们能不能入得了大家的眼？不好看就擦掉，再来一下。来，好了，这一步做好之后，我们基本上前面这个整体效果就完成，然后拿去照灯，最后干啥？贴饰品，贴饰品。好，底胶封层，简单吧？你看，到现在咱用啥功夫？就是在聊着天就是刮几下，然后做出花朵的形态，然后再去周围拉点线，线条有粗有细，不要整体很均匀就可以了，也不用非得把一圈给它做完整，还可以啊。卸底胶这里卸上卸全一点点，然后刚刚封层结束之后，直接用的雕花胶。做立体花瓣，然后照灯之后干啥？彩绘胶描边，加花瓣，对吧？这是我们刚刚的步骤。然后最后一步粘钻就可以了，粘钻就完成了。那钻粘啥样的？中间你像。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用亮晶，因为底下是透的嘛，所以说我们可以用亮晶晶。现在表面都是可以摸的，因为用的都是免洗类的胶，所以说纹路凸显。有人说老师我用那个不免洗的弄完，我需要封层吗？你需要封层，不封层它就粘，它就沾灰。但是你要说你要一封层吧，它的效果它的纹路感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说还需要单独再去做。然后中间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小饰品进行叠加，因为我想的是用黑色系，所以我准备一些黑色的这种风格的小饰品啊饰品，还是随便买，你们从哪买都行。粘钻的话，我就用咱那个造型粘钻胶，因为它得拉结实。一点点，不要放大钻啊，放小钻，越小越精致。在这儿，在这儿，你觉得哪里有钻好看就往哪里去粘就好。这也来一个吧。好，石头咋这么大？这么大的石头太大了。往上粘啊，再放点小的钻。黑豆豆吧，好不好？然后旁边加一些透明的饰品。不打磨假面粘钻挨掉吗？这个位置不用打磨。再就是你像为什么我用这个超强粘力的粘钻胶，它其实在封层后粘它都贼拉牢固，贼拉牢固。然后主要也是有分胶，你要是用那种免洗类的胶，你免洗粘钻胶去粘，它就容易掉，那就容易掉。因为我用的这个胶比较结实，你看现在效果就有了啊。中间是一个黑豆豆，加上一个这个这个银色的矿石。好了，旁边不管哪个角度都有亮晶晶的一面，哎，这就可以了。照灯，
行了，我们第一个款完成，还简单吧？其实大家多去想象，像这个花儿，我们完全可以多去做各个角度的。你哪怕露着一大半儿，或者说你这个花儿可以做再立体一点，再翘起来一点点，都是可以的，好吧？这是一个，这个还简单吧？有没有问题？暂停提问一下，有没有问题？这盒白色的是什么？哪盒白色的？哪一盒白色的？你是刚来吗？粘钻我不需要在这儿这个地方给大家重复太多吧？不需要重复太多吧？我刚刚用了2盒白色的胶，一个是雕花胶，一个是这个彩绘胶。所以说，你看，当你把这些基础的手法、风格啊，包括使用的方式，然后怎么去用，粘钻我会了，彩绘我会了，控笔我会了，晕染我会了，是不是做款式就简单？但如果说你但凡粘钻不会粘，画花不会画，线条控不好，你这个款就完成不了，就完成度就不高，好吧？所以说基本功才是最扎实，基本功扎实才是最重要的啊。现在客户对雕花需求大不大？价位如何？雕花的款式一般价位都挺高的，然后因为一盒雕花胶它使用的次数不多不少，不是一盒雕花胶用的这个寿命就做不了多少，它就没了。而且一盒雕花胶价格又比较贵，所以说雕花款的一般没有太便宜的。你说99给人家做雕花，做也别做啊。贴饰品那盒白色的跟珍珠似的，就是碎石头，就是碎石头，就这个。有的是你们搜美甲饰品碎石头，就有的是有很多很多啊。这个有大的有小的，买这种不规则的有大有小的会好用。我感觉我特别喜欢用它，因为它做一些款式可能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好吧？来第一个款式，这不就完成了吗？还好看啊，还可以，是不是？这个你放到哪儿去看的话，都还行，都还行。来，咱们来做第二个，做第二个。其实这个老有同学问老师做卡通款有人做吗？其实什么东西人家是怎么知道的？顾客是怎么知道的？除了线上抖音、小红书、快手等等等等所有的各大平台对这个款式的宣传以外，你可能刷到你看到的知道有这么个款，对吧？所以说你一定得发你的朋友圈，你不去宣传你能做什么东西，人家想要做这一些的顾客。他怎么知道你能做，对不对？你店里没有这种打板，没有这种，你哪怕我朋友圈不发，我店里打点板放在那，人家一看，哇，这个款式好看，用什么做的？是不是？别人店没有的时候，别人做不了的时候，你一定得会做。好吧，这个甲片打板的，这是打板用的甲片。我还做穿戴甲，我拿去做穿戴甲。那第一个是不是用到了水彩、彩绘还有雕花胶？咱们3方面的结合，对不对？那除了这些，我们还想要做一些其他风格的，可以吗？可以，比如说我们彩绘胶和雕花一个结合，彩绘胶和雕花的一个结合，就是我像画花，我一个手可以不用说非得所有的款都运用到一个里面去，运用到一个里面，我们可以这样。那我们也可以分成2个指甲，比如说做这俩手指，这个手指用的是这个水彩和彩绘胶，这个手指用雕花和我们的这个彩绘胶、水彩都是可以的，好不好？都是一样的啊。来，我们再去做一个用什么呢？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要看的一些雕花板或者雕花彩绘的板？雕花彩绘的板，来甲面先去涂一层啥呢？不涂了吧，不涂了吧，我直接在上面去用甲油胶涂出2个纹路，画2个小花，画2个小花，大家看啊，水彩的。那个在中间，这个我们可以靠边儿，靠这边吧。所以说我接下来2朵花在这儿啊，去找灯，该底胶还是底胶，同学们啊，该底胶还是底胶。我给你们做这2个款式样子之后，除了其实我不想去教你们分开做的，因为分开你们学雕花就好了，会做雕花，会做水彩，会做什么那些都会做。我想教你们是怎么能把雕花要运用到这个款式里面去，运用到一个款式里面去，好不好？来，款式2，第一步先去涂底胶，2白色甲油胶。刷花朵的色块，第3个刷好色块之后，我们涂磨砂封层。现在涂的是磨砂封层。吊灯，检查吊灯，然后雕花胶款式里面，
雕花胶是免洗的，可在封层后操作。如果粘不住，那可以先用粘钻胶一点点啊，用一点点的粘钻胶打个底。啥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款，比如说我们在这上面要做个雕花吧，对吧？这是昨天做的。那我要是在这上面去雕花，那我可以先用粘钻胶在这个位置涂一丢丢，然后再往上去放我们的雕花胶，它就能粘住了，就会粘一点点，好吧？因为很多情况下雕花胶它是没有粘性的嘛，你直接放到甲面上要我们自己去拼，有的时候不拼不好，它打滑。所以说，哎，我涂的什么刚刚？哦，涂的钢化封层。我说咋亮的？再涂一层，还再涂一层。你说流屏咋那么快？一看就流了。等等，看有些晕染呀放进去，哎，这俩还挺大。就随便你们之前可能练过的板，打过那个做过的板，都可以用来搭配起来。你看这俩还挺大，再放到这儿。啊，这不之后我们去画水彩，水彩纸。周围加一些颜色，增加一下它的质感，稍微晕一下周围的颜色。就是用的很浅很浅的，调的一个透黑，为了跟那个板就是统一一点嘛，所以咱就直接用统一一个颜色去做。这里的颜色不需要很深啊，不需要很深，我们只需要让它有这么一点点底色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去画花。花的话，我会用一个浅色，因为浅色上色的话，这个白色上面上色，浅的就比较深嘛，不需要非得说是用多重的颜色，好不好？取点颜料。有问题大家问，好不好？有问题大家问。我就快做了啊，你们没问题我就，因为他可能都会看回放，是不是比较多？然后画点什么类型的花呢？你们要看画什么花？不画玫瑰啦，画玫瑰画吐了，晴天玫瑰，各种玫瑰花。这个花瓣大家也比较好上手，就是涂色画，哎，就随便刷一些。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在白色上面画？因为让黑色更显色一些，为的是让黑色更显色。来叠出来。也是啊，我比较喜欢那种随机的效果，我不喜欢板板正正的东西。所以说你们看看，我这个花瓣是不是也有点让很多同学看起来可能为什么这么乱？你这个花画的。先加上去有点深了，吸一下笔。留好一点点间距，别全部涂起来，给花心和花瓣中间留稍微一点点的间距。来到这儿，边缘呢，你看这里我总感觉特圆啊，我就特想破坏掉它，就不喜欢那种很标准的圆，哪怕它乱一点，我也觉得比那个圆的要好看。稍微有点没关系，看现在有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花底，对吧？来，咱先去晾干一下，我们等待一会儿，然后接下来干啥？第二层我们会去用一些彩绘胶去往上叠加花瓣，用彩绘胶叠加花瓣。所以说这一层的彩绘胶，我为了我去绘画能画好的情况下，会用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地胶，我就不隔离了。但如果大家画不好的情况下，最好是先隔离，好不好？拿出去笔，用出去笔画花，还是用到的是彩绘胶。笔发粘了，洗一下笔，擦干净，底胶润笔，然后沾彩绘胶，彩绘胶呢在这儿。来看啊，接下来来用这个
这个用的是雏菊笔，用雏菊笔的侧面，我们在两个花瓣的中间去给它加一层，加一层花。看到没？底下那个花，你说现在你把它画到板正有意义吗？没有，没有，因为全部给它盖住了。用笔的侧面随机去刷的，有重有轻。我把这个花瓣的边缘破坏了一下，不要那种很圆的，要的就是这种碎碎的感觉，不需要每一个尖尖都画。我们适当的在两个花瓣的中间，哎，我来上2笔，对吧？我来2笔，在这里有点板正啊。然后这边我可能少来一点点，我也不多，就稍加点就行。能看出来吗？就稍来点就可以了。好，顺便的再用这个我们的拉线笔，点一点点画心，点一点点画心。好，然后大家看啊，点好画心之后，我们在旁边可以去做一些类似于拉丝状的。昨天也教过大家，要不然你从画心往周围去散这个画丝，我可以散一点，来给大家看看，看没？散上一点。就个人喜好啊，你们不喜欢这种也可以不要这样做，好不好？手法一定要轻，或者说我不喜欢这种的，我就喜欢假面整体一点点的效果的话，那我们可以再去给它代替拉丝胶去做。你没有，实在你这步你做不好的话，你就用个拉丝胶，对不对？用个拉丝胶，我们去画个小圈儿，对吧？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这两个大家选一个啊，我加了花心之后，它是往这边去开的，但你这个拉丝又这么绕过来的话，跟它形成了一个交叉的情况，看到没？假面看起来就会稍微有点乱，稍微就会有点乱。所以说大家2选1就好，不需要全部都加。如果非得加，你可以根据这个花的，哎，它往外散的一个状态，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就好，好吧？我这个就先这样去保留啊，你们知道这个小要点，知道这个小要点就好，好不好？你看是不是有点拉丝的状态，但是没有拉丝胶那么的生硬。然后如果说喜欢那种质感的话，你就用那种效果，反正都行，这无所谓的啊。随机点点，交点点，这是水彩和彩绘胶日常的叠加运用。这一步叠加好了之后，我们哎，那雕花胶干啥呀？加上去，把雕花胶给用起来。现在的雕花胶我就不会再像刚才那样去画了啊，先拿去照灯，是不是看起来也凑合，也挺好？照个灯都是很基础的东西，我也没有让你们去买多少颜色的彩绘胶，就拿这几个颜色先用着，先拿白色用着，完了再去说。这一步之后，因为我们要上雕花了，你们喜欢亮面的就上亮面磨砂封层，喜欢磨砂的就上磨砂封层，上磨砂封层都可以，底下无所谓的啊。多照会儿彩绘胶，一旦照不干，一刷就花了。这一步用亮封隔离一下，光滑封层。其实磨砂的也挺好看的，两面不灵不灵一点，越不灵不灵的东西女生是最喜欢的，真的。就是你们只要甭管啥做的亮晶晶，那种款一定点赞率极高。检查照屏，检查有没有漏涂的地方，因为这一层封层结束，我们就不会再封层了，所以说一定要检查假面是不是光滑的，好吧？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照灯；如果有问题，那就该那个照屏，该去调整。照灯，雕花胶来。呀，哎，留好间距啊，留好间距。第5个，画好底色之后，彩绘胶直接叠加。彩绘胶叠花瓣的时候，这一层花瓣一定要小一点，不要画的太大。然后画完花瓣，整甲涂封层，涂底胶隔离，然后封层，开始雕花。最后同样的贴饰品，
其实跟左边这个有点类似，但是它两个出来的风格会不同。你们要做非得做立体雕花的话，去看立体雕花就好。我教你们的可能会就不太一样啊，教你们的不太一样。看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样去叠加出来，它也是挺好看的。但是你看底下白色的4块边缘，有的地方还是比较生硬的，有点丑。那我们就可以借助雕花胶再去给它做一些这个花卉的叠加。比如说我这里我可以再做一层花瓣，我也可以在这2层之间做一个小花瓣，对吧？我可以去叠加一下。来看，用这个小的雕花胶来在这上面放上去。放到这儿，但是用这种之后，因为底下的花已经比较的这个满了，或者说比较那啥，所以我们这一层花瓣不需要做的太多，太多的话把底下这个白色就挡住了啊。我们要把每一层的效果都给它体现出来。那用咱们的雕花笔去到花心的地方，按照你底下画的花型，你底下花是这种形态，那你用雕花胶做的时候也要接近这种形态。你说你要做完雕花胶，你再去叠加那些花丝丝，它还能行吗？也能行，但是它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我们要的是层次，需要让它在底下，你看能看出来吗？因为这个直播它这个像素总是有限的，所以说它真实的一些质感可能没有说日常为什么拍完照看起来那么好看，它拍完照它清楚，这个大家看多少都会有一点模糊。看没？是这一层用雕花胶再去做它的立体花瓣，所以雕花胶不仅仅可以做外雕，做这种浮雕类的都没有问题啊。这边来加个小小的花瓣。注意不要超过指甲的边缘地方，外面会拉手的，外面会拉手的，还凑合吧，这个还凑合吧，同学们。我是觉得挺好，我觉得挺好看。这边的花瓣更小了，所以说再用一个小一点的花瓣，别跟那主花啊，不要跟主花去抢层次，去抢视觉，那它就配衬一下就得了。看没？这个位置做完比本甲的边缘线要宽，那么我们得给它抹平，绝对不可以这样，不然指甲就显胖了。往中间去挪一挪，我换一个位置，我就拉长，哪怕我拉长，我也不能让它出现这种状态。做一个椰子，做点小椰子。又安静了，一般上着课人都就跑了啊，这就是在家学习的不好处。你要在我眼前，你不看也得看，就逼着你去看，而且逼着你去做。所以说，在家大家很多同学现在知道了啊，我要交作业，我这样不交，老师也不能拿我咋，是不是？确实不能拿你咋，但是咱们得好好去练一下啊。来看，看没？有这意思了啊。好了，最后再加一丢丢小叶子，咱们就这个快完成。因为我底下做的比较乱了，所以说我这个叶子就不加太多，就简单来这么一下就好。看到没？这是2层的一个操作，在那一层之后还是这一层之后都是可以的。照个灯，照个灯，贴个视频完成。行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我想教给你们的一些这种浮雕的做法。这大家以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款啊，可能说不一定非得会遇到我这一种的。然后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能多学点是点，好不好？拿都拿它了，我很喜欢这一条东西，咱们做一做。大家看像这种小豆豆怎么粘啊？用糯米胶，你们就只要以后粘东西就用一个这个糯米胶就行了，就贼拉结实。来，浅浅的刷一个小钻的小那个粘钻胶的小细线条。粘钻，这就不用珍珠了，珍珠有点土。
粘饰品没有什么过多要讲的，比较安静一下。我先给它粘上，从侧面就能看出来它的位置。注意别弄的假面拉丝很脏啊，不要把假面弄脏。这饰品用完随时去清理，不要等，别等，随时清理，要不然一不小心撒一桌子，你就更麻烦。就养成习惯，用完就收拾起来，用啥拿出来啥，顾客不差那1分钟、30秒、1分钟的。这个你出现了，因为你吧，行，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真安静啊，你们，看来是学会了。OK， 照灯，然后把它包起来就结束。这个密一点，做密一点。瞎做，然后煮肉手能把你们的这个思路开发出来，我觉得就挺好，我就很满意了。然后把这个展面的东西咱收一下，就是说我这个款做完了，我要去做下一个版了，给顾客要怎样了，该擦笔，不要等着。然后如果顾客来不及，你可以最后再收，但是基本上弄完接着收出来，然后这3分钟、1分钟、2分钟的事儿，是不是？硬封造钻结束完成。一会儿把这个图片发个圈，你们上朋友圈里去看啊，发一个圈。只要你做漂亮，我跟你说，拿原相机拍你都不用 P 图，你加个水印就发出去了，加个水印就弄出去了。如果说大家需要的情况下，你们就找我要一下原图；如果不需要，或者你没有看课程，那就跟着打板，或者说回头这个怎么做？老师这个怎么做的？这课程那么多好东西，大家为啥不看呢？今天小金老师还说，这课程这么多，给大家补充这么多东西，为啥大家学到后来就放松了？是不是？等等。等等啊，你们这个回头去看一下图片吧。然后这是2个花的一个操作过程，大家截一下图，根据你们需要去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去操作就好了，好不好？第一个款是做的这个，是直接抹砂立体纹路的感觉。第2种带着线条的，这个是先做的雕花。像这个款呢，我是先画的花，先水彩画完之后再去叠加的，2个是不一样的啊，2个不一样，花型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你们根据情况去决定，好不好？行了，那就到这儿吧，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问一下大家，没有问题咱就撤掉了。5、4。给大家看一下最后效果。这是今天教大家做的一些。刚刚涂的什么胶？粘钻胶和硬封。先用粘钻胶确定的钻，只要是大钻小钻，你想让它结实的，就是再小的什么，你就用这个造型粘钻胶。你这是一个糯米胶啊，糯米胶特别结实，我测试过真的很结实，小豆豆都结实。然后因为它不是免洗的，如果免洗就没那么牢固了。然后我又用的硬封去包一下边，用硬封又包了一下边，就这个。